今天我要介绍阿娃给大家。大家好，我是阿娃。我和阿叶都是吴家贝先生的作品。因为我最近要去参加一项展览，所以制定讲堂的人要助理角色，暂时请阿娃来代理。阿娃如果讲错话，请大家多多包涵。我才不会讲错话。可是曹董常常会讲错话，你得概括承受。看起来这个工作不好做，希望你赶快回来。我会的，你撑着点。欢迎来到知定讲堂。10月7号啊，加萨走廊的这个阿拉伯人呢，比较极端的组织叫哈马斯，越过这个加萨走廊边境攻入以色列啊，大概袭击了22多个这个城镇，那绑架屠杀了非常多的人，这个事情震惊世界啊。那当然，这个以色列现在已经这个召集大军啊，准备这个报复啊，现在开始轰炸这个加萨走廊啊。那以色列同时叫这个北加萨走廊的人赶快迅速撤离到南加萨走廊，因为他大规模的这个追捕哈马斯。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加萨走廊的人呢，希望能够逃到埃及去，埃及把边境给关闭起来了，不让你去啊。所以现在这个后续这个人道危机怎么发展呢？大家都在关注啊。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网上啊，很多人在评论啊，有人赞成以色列，有人赞成哈马斯啊。其实我们今天啊，想要谈谈像这种以牙战争啊，它的战争的根源啊，到底在哪里？如果要消弭战争啊，我们应该具备怎么样的认知啊？那我们知道啊，从古到今啊，不同的种族之间互相屠杀，这司空见惯。为什么种族之间会这个互相屠杀呢？其实啊，以前不了解，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是基因作祟的。那么这本书啊，这是Richard Dawkins 很有名的作品，叫做《自私的基因》啊。那么这个 Richard Dawkins 他是一个演化生物学家，也是个动物行为的学者啊。他这本呢就讲，就是基本上我们跟所有的这个野兽、动物都是基因制造出来的机器。这个机器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保护这个基因，同时呢复制这个基因，让基因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那么这个基因当然很自私的，为了达到这个基因生存的目的，它当然会让我们说，为了生存啊，不惜一切。第二个呢，为了基因能够延续呢，它会告诉所有的这个动物啊，你要去生育啊，生育之后你要这个用全部的心血啊去照顾新出来的这个小动物，因为每个小动物啊都复制了所有的基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有的动物求生，然后生育，然后所谓的护犊，就是爱护那个生出来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天性。这天性哪里来的呢？就是基因制造出来的。我们都被这个基因控制的啊，等于说它是我们主宰啊我们行为的这个软体啊，我们都是它制造出来的保护基因的硬体。大家这个有这么一个观念呢，就可以了解啊这个种族冲突的一个基本的根源在哪里。为了这个基因的这个无限的复制存续啊，其实基因让它所创造的机器啊，经常会做很残忍的事情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公熊跟母熊交配，母熊怀孕了以后呢，公熊是不理的，那么母熊要单独生产那个小熊，那母熊啊一天到晚最担心的就是有其他的公熊出现啊。这公熊出现之后啊，他看小熊，他杀掉啊，弄死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弄死这个小熊，这个母熊就拒绝跟这个公熊啊交配啊，所以小熊生出来的时候啊，非常的危险啊，母熊带它到处躲。那么你也看到这个狮群啊也是一样，那狮王一旦失掉了它的地位啊，被这个年轻的狮子挑战成功，那么年轻的这个狮王呢，第一件要做的事啊，就是
弄死这个前一代的这个狮王的这个小狮子，就是要把别的种统统消灭啊，要留存自己的所谓的种，就是基因呐所以这个基因的这个操弄啊，实际上是所有动物呢，可以说所谓食色性也嘛，这孔夫子讲的就是基因的操弄，是吧？以前的这个很多动物啊，它一个人求生存啊，就一个人这个生育。可是后来慢慢发觉啊，为了求生存呢，要狩猎啊，一个人狩猎效果不彰，要集体狩猎啊。于是慢慢的，它就演成一个集体啊。那为了这个狩猎，为了生存啊，这种行为你看了很多狮子也会啊，狼啊，像这个鲸鱼啊，鲸鱼在大海里面，大家一起弄很多泡沫，把那个小鱼浮到水面，加以的捕杀，是吧？所以慢慢这种集体狩猎的行为呢，就形成了部落啊。那么部落慢慢的扩大啊，所以变成这个以种族为基础的这个国家啊、城邦啊等等，然后互相的继续啊在残杀啊。那么当然这个很不幸，就是人的历史充满了这种种族互相斗争屠杀的历史。那么由于种族之间啊不停的这个斗争屠杀，就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地盘意识啊，因为这个地盘越大，它生存的条件越好。地盘减缩了之后啊，它的生存就变得比较困难。事实上呢，这个在1950年代啊，有 MIT 跟哈佛大学教授，他们跑去这个澳洲南部啊观察，当时有一些土著啊原住民他的生活，他生活还非常原始啊，就是靠打猎捕鱼，所谓的渔猎的社会啊。那么就发觉呢，要养活一个人呢，光靠打猎捕鱼呢，他需要一个人要独占5平方公里水草丰沛的土地才能生存。那么照这样来讲呢，那么人口一多了怎么办呢？不能生存啊，互相杀啊，驱赶啊。像我们智人呢，15万年前从东非演化完成以后啊，就不断的向别的地方迁徙，因为不迁徙不行，不迁徙大家挤在一个地方活不下去啊，互相杀戮啊，大家啊，所以那时候也没有车，也没有鞋，光着脚丫子到处跑。蛮可怜的，是吧？从东非走到最远的，走到北美啊，大概12000多年前到了北美，又花了3-4千年啊，才会从北美一路这个迁移到南美这是人类的大迁徙啊！大家知道，迁徙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不够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地盘呢争得非常厉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牙战争，看呢，不同的种族争夺地盘啊，很原始。那么当然，另外像以牙啊，它这个也有这个宗教冲突你其实那个犹太教、基督教、阿拉伯这个回教，其实系出同源，可是啊，分了派以后啊，互相斗争啊。这个也是蛮奇怪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上次以前介绍过嘛，这个1618到1648啊，在欧洲有30年的宗教战争，死了800多万人。这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的战呢？就是新教跟原来天主教的战争，同一个宗教里面啊，所以宗教也是一个互相斗争的一个来源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很多人这个操弄啊，最可怕的就是神棍的操弄。就神棍呢，就利用宗教来操弄大家不停的斗争啊。所以今天如果是讲以牙今天冲突的起源呢，我们可以回溯到说这个一次大战以后啊，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巴勒斯坦、约旦啊，这个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
这些地方呢，以前在一次大战之前呢，都属于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属地。结果一次大战的时候，土耳其被打败了，所以呢，英法就接管了这个原来是奥图曼帝国的地方。后来呢，这个英国呢对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它有管辖权。管辖权的话，那时候很多欧洲这个犹太人受到迫害啊，那慢慢的往这边移民。其实这个如果该开始移民的时候呢，这个阿拉伯人能够采取开放的态度，说欢迎，然后呢，大家一起啊，和平共处。你看，犹太人这个有钱有知识啊，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啊。如果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当时在巴勒斯坦互相合作啊，那其实可以把这个地方发展很好。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神棍啊，这神棍叫什么呢？这个叫阿明侯赛尼。这阿明侯赛尼呢，他在第4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参加了这个奥图曼这个土耳其炮兵部队。战后呢，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属地以后啊，他被任命为最高的这个宗教这个法官，很有权力啊。当时呢，他就成立一个这个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他当主席。那么他的主要呢，就是要排斥犹太移民。他后来也成功的阻挡了很多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移民来了以后呢，他不断的骚扰甚至杀害，逼迫他们离开。所以这个就是种下了这个在巴勒斯坦呢以阿冲突的这个根源。当然了，在这个1战到2战中间，以色列人也成立一个犹太复国计划，就有计划的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们认为说这个地方也是从前最早这个犹太人的居住发源的地方，要把它在这里建国啊，犹太复国主义。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跟这个侯赛尼的这个阿拉伯主义两个就很早就开始斗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根源一开始啊就是一个种族主义。那么今天这个种族主义啊，当然是很荒唐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基因学上面了解啊，我跟各位啊，我们大家从基因的角度看啊，99.9%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的差别啊，只有多少呢？只有1/1000啊，这基因有点不一样。可是为了这个1/1000的这个基因的不同啊，居然人类这么杀来杀去啊，这是很无知的。尤其在今天21世纪，我们的基因学这么了解啊，你不要再做这些基因叫你做的很蠢的事情。在战争的时候，刚刚讲了，大家争地盘，农业社会争地盘也是有道理，是吧？因为基本上粮食生产的这个不足嘛，生产力很低嘛，是吧？所以为了这个更好的生活呢，难免大家就是互相侵夺别人地盘。可是到了21世纪，还搞这个地盘主义啊，就愚不可及啊！因为什么？因为既然生活的好坏，主要是靠知识经济，靠科技。那所以你既然这个地那么一大堆，有什么用啊？那所以说，你看这个巴勒斯坦这些阿拉伯人啊，你当时跟以色列啊，跟犹太人啊好好合作，犹太人你看得了多少这个诺贝尔奖？所以你跟这个犹太人合作啊，你会把地方啊弄得非常好。你看现在我们知道加沙走廊原来水啊、气啊、电啊都是靠以色列提供的，都是沙漠。以色列为什么能够提供水给别人呢？因为海水淡化，它有这个技术，所以这个技术啊能够这个解决很多的问题。你没有技术，你光去斗争别人、赶别人，搞了个多点地盘没有用啊，对。现在全世界你看最幸福的国家都是小国啊，你看这个丹麦啊，这个冰岛啊、荷兰啊，都是小国啊，小国它靠的就是有技术、有知识能够在知识经济里面大放异彩，是吧？所以今天这个对土地的这种迷思啊，也是落伍的，也是过时的
完全不必要的。所以我们说种族主义加了一个地盘意识啊，要从现代脑筋里把它拿掉啊。很可惜呢，你看我们对岸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来搞种族主义，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是种族主义吗？中华民族跟所谓他讨厌日本、美国，所谓台独啊，基因只差1/1000，有必要去搞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第二个，这个台湾这么小的地，你偏偏说台湾是自古就中国的什么领土，还编着胡说八道，对吧？台湾的原住民住了8000年，闽南人住了也就这个300-400年。怎么说自古是领土呢？这胡说八道。同时呢，所谓领土，什么叫领土啊？是主权独立国家管到的地方才叫领土。你管不到台湾，怎么台湾变成你领土呢？除非你就是侵略嘛啊。还有一点呢，这个中共也很会骗人。台湾是中国人神圣的领土啊，他骗人骗什么地方呢？所有中国人，尽管14亿人呢，没有一个人有1分1寸的领土。所有的土地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都是共产党的地盘。所有这些所谓14亿中国人，他在中国只能够租土地来用，没有这个任何土地所有权。所以说台湾，变你中国领土，可是中国人没有领土，那怎么回事呢？就是想把台湾变成共产党的地盘。所以这个今天两岸如果发生战争呢？根源就是大陆中共这种农业时代啊，这种种族主义、地盘意识造成的落伍，是吧？那么，当然我们另外也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是吧？大家为了宗教的理由啊，刚刚以前讲过，这个30年战争死伤惨重，是吧？同样的宗教里面还在打个不停啊。可是宗教说老实话，很多地方它是很害人的，我们要小心它的黑暗面啊。那么当然了，现在21世纪了啊，我们信宗教基本上是要得到自己心灵的安静啊，这个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啊，千万不可以把宗教作为去斗争别人、伤害别人的理由。那么信仰宗教我刚才讲过，得到心里面的解脱是可以，不过迷信呢，很容易被人利用啊。就像我们这个人很多的对这个基因的执着啊，就受到这个基因的操控。你信教很迷的话，就受到神棍的操控，这是很糟糕的。所以你看这个以牙战争起来，刚开始为什么会互相仇杀？把这个仇恨的种子越积越深呢，就是这个神棍呢。像刚刚讲这个阿明、侯赛尼，就是个神棍。那么宗教里面非常多的这个神棍啊。然后呢，你像中国共产党这种他自己本身就是邪教。我们今天很多这个动乱的根源啊，比方两岸现在大家好好的，你去一天到晚在武力统一台湾啊，这是就邪教啊。这个邪教呢，基本上恶毒，就是说，它跟那种病毒、病菌一样，它必须要找温床来生存发展。仇恨、动乱就是这些邪教的温床。它不能让大家好像很和平相处，一定要制造仇恨。所以今天我们呢，要防止战争，基本上我们要推动一个正确认知不要受基因操弄不要受这个地盘意识的操弄不要受神棍的操弄，不要受这很恶劣政客的操弄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